大家好，我是小蔬果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咖啡已成为许多人不可或缺的饮品。清晨，一杯咖啡唤醒沉睡的大脑；午后，一杯咖啡驱散困意。然而，这看似平常的咖啡饮用习惯，却可能暗藏健康隐患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探究热咖啡与冷咖啡背后隐藏的健康密码。咖啡的健康益处。咖啡之所以受到众多养生人士的喜爱，是因为它富含抗氧化物。这些抗氧化物如同身体内的清道夫，能帮助我们对抗自由基，减缓身体发炎和老化的速度。其中，绿原酸是最为知名的成分之一。研究表明，热咖啡中的抗氧化活性物质含量明显高于冷萃咖啡，尤其是深烘焙的咖啡豆。热水冲泡能更有效地释放其中的抗氧化物质。从抗衰老、抗发炎的角度来看，热咖啡似乎更具优势。抗氧化物的作用。抗氧化物在人体健康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。自由基是一种具有高度活性的分子，它们会在人体内引发氧化反应，导致细胞损伤，进而引发各种疾病，如心血管疾病、癌症等。抗氧化物能够中和这些自由基，减少它们对细胞的损害，从而起到保护身体健康的作用。咖啡中的绿原酸等抗氧化物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自由基的侵害，还能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，延缓衰老过程，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。热咖啡与冷咖啡的抗氧化物含量差异。科学研究发现，热咖啡中的抗氧化活性物质含量明显高于冷萃咖啡，这主要是因为热水能够更有效地打破咖啡豆的细胞壁，将其中的绿原酸和其他抗氧化物质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。特别是对于那些烘焙程度较深的咖啡豆，热水冲泡的优势更为明显。相比之下，冷萃咖啡由于采用低温浸泡的方式，虽然也能提取出一定的抗氧化物，但其含量相对较低。因此，如果你希望通过饮用咖啡来获取更多的抗氧化物，以达到抗衰老、抗发炎的目的，热咖啡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咖啡因的真相。许多人误以为水温越高，冲泡出的咖啡因含量就越高。其实不然，咖啡因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化学物质，其释放量与温度关系不大，而主要取决于粉水比例和浸泡时间。理论上，同样分量的咖啡粉和水冲泡的热咖啡和冷咖啡，咖啡因含量相近。但市面上的冷萃浓缩液，由于采用高粉水比例和长时间浸泡的制作方法，咖啡因含量极高，容易导致摄入过量，给心脏和神经系统带来负担。因此，饮用冷萃咖啡时，一定要注意是否为浓缩液，并充分稀释后再饮用。肠胃与胃酸逆流。热咖啡的高酸度是许多人肠胃不适的罪魁祸首。热水冲泡咖啡时，会溶解出更多的有机酸，如奎宁酸、苹果酸等，这些酸性物质进入胃中，会刺激胃壁，促使胃部分泌更多胃酸。对于胃敏感或空腹饮用咖啡的人来说，容易导致胃黏膜受损，甚至引发胃食道逆流。相比之下，冷萃咖啡采用低温浸泡的方式，酸性物质溶解较少，总酸含量比热咖啡低 50% 至 60%， 口感更甘甜顺滑，对肠胃的刺激小得多，是肠胃敏感者的理想选择。热咖啡对肠胃的影响。我们的胃壁有一层黏膜保护层，正常情况下可以抵御胃酸的侵蚀。然而，当摄入高酸度的热咖啡时，这些酸性物质会刺激胃壁，导致胃部分泌更多的胃酸。对于胃本身比较敏感的人来说，这种额外的刺激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不适症状，如胃痛、胃胀、恶心等。而且，如果是在空腹状态下饮用热咖啡，胃黏膜更容易受到损害，因为此时胃内没有其他食物来缓冲胃酸的侵蚀。长期下来，可能会导致胃黏膜的慢性炎症，甚至发展为胃溃疡等严重疾病。此外，过多的胃酸还可能逆流到食道，引起胃食道逆流，导致胸口烧灼感、喉咙疼痛、咳嗽等症状，严重影响生活质量。
2. 冷萃咖啡对肠胃的益处。冷萃咖啡的制作过程相对温和，采用冷水或温水长时间浸泡咖啡粉，这种方式溶解出的酸性物质较少。研究表明，冷萃咖啡的总酸含量比热咖啡低50%至60%，这意味着它对胃壁的刺激要小得多。因此，冷萃咖啡的口感通常更加甘甜顺滑，不会像热咖啡那样有强烈的酸味和苦涩感。对于肠胃敏感的人来说，冷萃咖啡是一个更好的选择，它可以减少胃酸分泌，降低胃黏膜受损的风险，从而缓解胃部不适。许多患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在改喝冷萃咖啡后，发现胃部的烧灼感和不适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。4. 温度与癌症风险。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将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列为2A 类致癌物，这意味着长期饮用过烫的饮品可能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。刚泡好的热咖啡温度通常高达80至90摄氏度，趁热饮用的习惯极为危险。而冷咖啡则不存在烫伤食道的担忧，从保护整个消化道的角度来看，冷咖啡更为安全。1. 食道黏膜的脆弱性。食道是连接口腔和胃的通道，其内壁覆盖着一层黏膜，这层黏膜非常娇嫩，对温度非常敏感。正常情况下，人体的体温约为37摄氏度，食道黏膜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温度范围。然而，当摄入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时，食道黏膜就会受到烫伤。这种烫伤可能会导致黏膜细胞的损伤和死亡，随后身体会启动修复机制来修复受损的黏膜。但如果长期反复的摄入过烫的饮品，食道黏膜的修复过程就会不断被打乱，细胞在修复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异常，从而增加癌变的风险。2. 冷咖啡的安全性。冷咖啡的温度通常在10至20摄氏度左右，远低于食道黏膜的耐受温度，因此不会对食道黏膜造成烫伤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冷咖啡是一种更为安全的饮品选择，可以有效降低因饮用过烫饮品而增加的食道癌风险。无论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，选择冷咖啡都能让我们在享受咖啡美味的同时，更好地保护我们的食道健康。5. 减肥与添加物。咖啡因可以短暂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率，帮助消耗热量，但这一效果与咖啡的冷热无关，关键在于咖啡因的摄入量。然而，热咖啡的酸味和苦涩感较明显，许多人会添加糖、奶精、风味糖浆等高热量物质来改善口感，这无疑会增加热量摄入，不利于体重控制。冷萃咖啡口感顺滑甘甜，无需添加过多糖分就能享受美味，有助于减少热量摄入，从而在体重管理方面更具优势。6. 牙齿健康。咖啡中的深色单宁酸色素是导致牙齿变黄的元凶，而热咖啡对牙齿的破坏力更强。一方面，热咖啡会使牙齿表面的珐琅质因热胀冷缩产生细微孔隙，色素分子趁机渗透到牙齿深层。另一方面，热咖啡的酸性会侵蚀软化珐琅质，使牙齿表面变得粗糙，更容易吸附色素。冷咖啡则不存在这些问题，其温度低，酸度低，对珐琅质的侵蚀作用小。而且，人们饮用冷咖啡时通常会使用吸管，减少了咖啡与牙齿正面的接触，有效预防了牙齿变黄。热咖啡和冷咖啡各有优劣，没有绝对的最好，只有最适合你当下身体状况的选择。如果你肠胃敏感或有胃食道逆流问题，优先选择冷萃咖啡；若身体健康且追求抗氧化物，可选择热咖啡，但需放温后再饮用。正在控制体重或有血糖问题的人，无论冷热，都应坚持喝黑咖啡，避免添加高热量物质。在意牙齿美白，冷咖啡搭配吸管饮用是首选。最后，无论选择哪种咖啡，都要控制每天的咖啡因总摄取量在300毫克以下，避免空腹饮用。咖啡是一种美好的饮品，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无限活力，但只有掌握正确的饮用方法，才能真正享受它带来的健康益处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更了解手中的这杯咖啡，未来能够更健康、更安心的享受它带来的美好。